1990年深秋，深圳特区正处在躁动的建设浪潮中，推土机的轰鸣卷起漫天尘土，昭示这座城市正像饥饿的野兽般吞噬旧秩序。人们从计划经济的泥淖中爬出来，在市场经济的洪流中为生存搏杀。在罗湖闹市的一隅，一道森严高墙隔断了外面的喧嚣，墙内是深圳迎宾馆腹地，3道荷枪实弹的哨卡守护着一片名为蓝园的禁区。这里坐拥3000平米私家园林，400平米苏式别墅掩映在岭南葱郁绿意中，透出与墙外世界格格不入的古朴庄重。当年9月底的一天，一辆黑色红旗轿车缓缓驶入这片静谧之地，将平平的父亲习仲勋送入这个地方，开启了他长达12年的隐居生活。墙外是翻天覆地的改革巨变，墙内则恍若时间暂停，一切凝固在优渥尊荣的特供岁月里。习仲勋蓝园的养老生活不过是耸立在海面上的冰山一角，在海面之下，组成这个红色特权养老金字塔的是更为庞大的群体和一套严密运行了数十年的中国特权养老体系。从医院里手持蓝本，无需排队，直接挂专家号的厅局级干部，到隐身于闹市高墙之后，拥有独立门诊和警卫的军队干休所，再到那些为了让正国级领导人突破生命极限，不计成本投入的长寿工程。在中共体制内，衰老不是自然规律，而是一种可以被权力置换的资源。大家好，我是你们爱冲塔的张狗剩。这一期我们讲讲中国的特权养老。在中共体制内的暮年生活被无形藩篱分割成3个截然不同的平行世界。第一重天地是体制内的体面层，这一层处于特权养老金字塔的基座，对应各地权力中间的厅局级官员，能跻身此列，仅意味着特权大门刚开启一条缝。这些人退休后虽名义上回归平民，但仍享有超出常人的种种体面优待。他们通常持有一种特殊颜色的高干医疗保障卡，就医享优先权。在北京，副部级以上离退休干部领取医疗蓝本，凭此在指定3甲医院免排队，直通专家号。他们乘坐国内航班也常有优待座位或票价折扣。这一层级的老人算不上奢华，但在医疗、出行等方面都有一条快车道，毕竟组织上还记得他们。然而他们终究还需在凡尘中打滚，依然和普通市民一起逛菜场、挤公交。再往上一层是高墙深院、自成体系的干休所世界，一个与外界隔绝的独立王国。这里主要对应军队离休干部群体，那些建国前参加革命、资历极深的老军人和老干部，他们在职时多官至正师职以上，退休后被安置在全国各地专设的干休所。干休所通常坐落于城市核心的幽静宝地，高墙围绕，哨兵站岗，内部有自己的门诊部、食堂、活动中心，甚至理发室和小卖部。生活设施按计划经济时代供给制的模式运转，他们无需去人满为患的普通医院，有军队总医院的绿色通道随时开放。他们不必担心物价飞涨，军队供应站定期提供平价甚至无偿的特供粮油蔬果。离休老干部们继续享受着单位大院式的集体优越生活，在高墙深院中过着与世隔绝的晚年。在攀登金字塔的顶端，就到了全是余晖笼罩最浓之处，那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副国级及以上的退休圈层。这里才是特权养老的巅峰，是待遇终身制的极致体现。对于这些曾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人来说，退休从不等于退出舞台，而是进入最高级别的国家特殊供养序列。在医疗上，他们享受中央保健委的重点保障，持有专属医疗证件，可直接入住顶级3甲医院，比如北京医院、301医院的高干病房，医疗费用实报实销，且享有优先调动全国医疗资源的特权。在出行与居住上，层级界限泾渭分明。正部级退休干部主要待遇是保留相对固定的一辆公务用车和一名专职司机，以及高标准的医疗服务。住房多按房改政策购买或租住现有部级住房，而一旦跨越到副国级以上的高度，养老便上升为一项政治与安全任务。他们的健康数据被列为机密，家中安装着直通中南海的红色保密电话，饮食起居由专门的生活秘书、警卫人员和医护团队全天候保障。对于处于顶点的正国级而言，每一次外出，无论是北戴河避暑还是南下过冬，启动的往往是1级警卫规格。根据安全保卫需要，可安排民航包机或铁路加挂专用车厢，并调动相应的安保资源。这种外人难以窥见、风光不显于世但等级森严的晚景，正是中国政治精英退休制度的云端之境。第一重天地的优待有限，与后2重特权世界不可同日而语。真正的特权滋味属于那高墙深院的第2重和云端之上的第3重，那里是权力变现为寿命的深水区。在那2重天地里，医疗可以不计成本，服务没有上限，一切规则为权力重写。接下来我们将把镜头聚焦金字塔最神秘的顶层2级，直击那些重兵把守添加的养老生活。干休所制度的渊源可一直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建国之初，跟随中共打江山的一批党政高官和解放军将领进驻北京，
中央在首都西郊划出大片风水宝地，兴建机关大院，供这些功臣办公居住。这些大院俨然城中之城，高墙电网围绕，岗哨林立，里面家属宿舍、礼堂、影院、医院配套完善。在建国后的几十年里，不少党政军领导人全家老小就生活在这样的高干大院里，一代代大院子弟在院内花园玩耍长大。后来不少人成为权力核心人物。中共的红色精英圈层自诞生之日起，便栖身于群众难以接近的围墙深院之中。1978年以后，随着干部退休制度逐步建立，中共中央明确对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同志实行特殊保障，也就是后来所谓的离休制度。这是一种有别于普通退休的新办法，凡资历足够老、级别足够高的干部，退出领导岗位后不转入社会统筹养老，而是保留原待遇不变，继续由国家供养。1982年，为了让这些老家伙能放心交权，中共中央正式发文确定，凡在1949年之前参加革命、享受过供给制待遇且达到规定职级和年龄的干部，可办理离职休养，简称离休。离休干部每月领原原本本的工资，更关键是保留公费医疗、实报实销等福利，由专门机构提供吃穿住行、医疗护理等全方位服务。简单来说，就是老人老办法。建国前参加革命的功臣们不用缴社保，不拿养老金，退休后工资一分不少照发，看病住院花多少报多少，一切费用国家埋单。这样的特殊供养体系代价不菲，当绝大多数老人被纳入社保体系，需自行承担部分养老医疗支出时，这批离休干部却继续享受财政无限支付的保障。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0年前后，全国享受离休待遇的老干部约有40万人，其中军队系统约占27到30万，地方党政机关约10余万。此后，随着老同志去世，人数逐年递减，这个群体在缩小，但花费却在上升。高龄高干的医疗护理费用成倍增长，政府为他们支付的巨额开支成了一笔沉重且敏感的负担。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官方极少披露相关数据，但仍可从一些细微线索中管窥一二。我找到了一份由云南红河州政府官网公布的2022年度离休干部医疗保健支出绩效报告。这上面说，州财政为101名离休干部预拨医疗经费，每年人均8万元，也对符合范围的费用全部实报实销，超支还可追加报销。而同一地区，一个普通企业退休职工每年医保统筹可报销的额度可能不过几千元，而且还要自己负担相当比例。天差地别的待遇早已在社会上引发默默的质疑和不平。然而，由于政治敏感，干休所这3个字长期难以上媒体的台面。这个体制就像台隐秘运转的机器，一头连接着老干部们没有我们就没有新中国的功勋自豪，另一头连接着财政吃紧、社保绷紧的现实难题。谁都知道这里有问题，但谁都讳莫如深。官媒很少讨论离休特权，但它客观存在。下面我们正式走进干休所的大门，看一看高墙内的日常场景。推开干休所厚重的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错落有致的楼宇和茵茵绿地小径，几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散步其间，怡然自得的颐养天年。干休所的住房分配极为讲究，严格按级别和资历排定，职位越高，资格越老，分到的房子就越大越气派。在北京一些军队干休所里，塔尖上的正大军屈职的离休首长，往往能享受独栋或双拼别墅，面积少则200平米起步，并配有独立庭院花园。稍次的正军职干部通常分得150到180平米复式单元，师职干部约120平米。干休所住房几乎没有商品房的公摊面积，实际使用空间远超名义面积。进门处往往多出一间10几平米的小套间，在图纸上被标注为警卫室或公务用房，不算在居住面积内，可供老干部家属自由支配。干休所的选址同样精挑细选。在北京，许多干休所隐身于闹市中的静谧绿洲，西城区、海淀区的黄金地段隐约散布着几处不起眼却警卫森严的干休所，紧邻皇家园林或风景名胜，依山傍水，环境绝佳，周围还有军事禁区环绕，安全与私密性拉满，住得舒服只是特权养老的起点。高墙之内更有一套森严而隐秘的后勤保障网络，几乎每个干休所老干部家中都安装有一部特殊的军用内线电话，拿起听筒按下几位号码，干休所值班室、门诊部、大门警卫班即可24小时响应。这就像一条直通生活保障中枢的热线，一旦老人有任何风吹草动或身体不适，服务人员会第一时间登门，全天候待命。对于久居此地的老首长来说，遇事按下那个熟悉的内线号，比拨打120急救更踏实迅捷。狗剩小时候就经常去干休所找小伙伴玩，当时滑旱冰，经常摔跤，但背靠那里强大的医疗后援，不管把膝盖磕成什么样，转身就能进所里的诊所，享受高干级待遇，医生护士围着转，第一时间给免费包扎上药。每天清晨，除了普通报纸，门卫还会送来几份内部刊物，让这些德高望重的前辈依旧胸中有数，仿佛仍置身决策中枢。
干休所俨然一个袖珍社会，娱乐健身设施一应俱全。园区内设有老干部活动中心、棋牌室、台球室、书画室、放映厅应有尽有。逢年过节，干休所会举办联欢茶话会，子弟兵前来慰问演出，地方领导登门送花篮祝寿，一派荣光景象。要维持干休所这样一个独立王国的运转，背后离不开庞大的服务团队。为了伺候区几十位老干部，一个干休所往往配备完善的行政后勤班子，所长、政委、下辖秘书、组织干事等管理人员。医疗方面有军医、护士坐镇医务室，生活服务则有炊事员、服务员组成的炊事班和生活服务班。此外还有专职司机班、警卫班、电工、水暖工、园艺工、保洁员，人手充沛，远超任何一家普通养老院。社会上的养老院里，一个护工常常要照顾4、5位甚至更多老人，而在干休所，经常是1对1甚至多对1贴身服务。所有这些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办公经费，当然全由财政承担。丰厚资源堆砌出的特权养老世界，往往滋生出超乎常理的优越感。不久前，前中央军委委员苗华上将的老母亲在上海某总参干休所的一文被曝光出来。这位苗老夫人对生活待遇近乎苛求，她乘坐电梯绝不与他人同乘，每次出门都要求工作人员提前清空电梯供其专用。干休所门诊部的护士长俨然成了她的私人保健护士，每天固定上门陪她散步、测血压、血糖。老人外出有专车专人全程陪同，为确保他随时能住院观察，301医院老干部病区甚至长期为他预留一张病床。在这位老夫人眼中，这一切似乎理所当然，毕竟她是开国功臣之后，上将之母，凭什么不能特殊？然而世事无常，2023年底，苗华突然被中央调查，办案人员随即进驻干休所，对其家中搜查。苗老夫人往日的威风顿时烟消云散，眼睁睁看着警卫撤离，服务停摆。曾经呼风唤雨的红色贵妇瞬间亚麻呆住。这样的故事在干休所并非孤立，当权势的庇护突然消失，特权幻梦也会瞬间醒来，留下一地鸡毛。常言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年纪大了，健康保障自然成了头等大事。因此，特供医疗堪称干休所福利中最引人注目也最具争议的一环。在中国整座医疗体系里，干休所及其延伸出来的高干病房体系稳居金字塔尖端，它云集了全国最顶级的医疗资源，以不计成本的方式服务于极少数特权人群。以北京的301医院为例，这所全国首屈一指的3甲医院内，有一栋远近闻名的南楼，是专供党和国家领导人使用的高级病区。南楼有独立电梯，直达特定楼层，入口处武警持枪站岗，仿佛分隔2个世界。这里只接待党政军最高层人物，每间病房都是套间结构，带会客厅、书房，配备顶尖医疗设备和专属医护团队。普通患者当然无缘靠近，这完全是高层的医疗禁地。类似的高干病区并非301医院独有，各省市的大型3甲医院通常也设有干部病房。在这样的特权医疗体系下，根本不用考虑医疗成本，因为所有费用由公家报销，而且基本没有上限。他们住院期间用的昂贵进口药，做的最新高端检查，从不必考虑自费。许多对普通医保患者严格限制的高价救命药，对离休干部则可不限量供应，反正不用自己掏钱，什么好药贵药统统安排，宁滥勿缺。于是经常可以看到高干病房里各种进口特效药堆满床头，专家会诊，尖端仪器一样不少。而普通病房外，家属们为了争取一种进口药名额或专家号，却要费尽周折。哎呦，咋回事啊？我咋突然肚疼呢？我今天也没乱吃啥东西啊。王志安，小坏蛋，诅咒你肚疼！哎呦，不行，受不了了，这也太疼了，不会有啥事儿吧？我不会累得得啥大病了吧？不行，我得回去看病，得让总书记对我负责。辛苦了，志安同志。为了奖励你去年工作的很努力，你去301看吧，到时候报我名。哎呦，疼死我了！你们可得给我好好治。还有，我去年没打挣钱，也没医保，别用太贵的药。首长您就放心吧，总书记交代过了，我们肯定按150岁的标准给您治疗，钱人民也已经替您交过了，您躺着就行。主任不太行啊，全医院贵的药都用了一遍，肚子都拆开缝上3次了，找不出来问题啊。我刚刚听患者嘴里一直说着什么发功一类的话，他这应该不是普通的生病啊，那这也不是我们能处理的呀。不行，处理不了也得处理。大家还记得我们的口号是什么吗？首长不能活到150，我们就是250。
哎，快看，病人脸色好点了。可恶的王志安，我还会回来的。这种无节制的特供医疗意味着巨大的财政负担和资源倾斜。狗剩继续从网络的咔咔果果里找到的信息发现，以北京市朝阳区为例，这里军修干部安置办公室在2018年的部门决算中披露，当年用于军修干部及无军级职工生活补贴、医疗费等等的财政支出高达11亿，而这仅仅是北京一个区的开销。参考同类区的人员数量，这么算，安置人数差不多是4000到5000人，那么人均年支出大约在20万到30万元。也正因干休所体系远离公众视野，加之服务对象都是位高权重的老首长，内部极易滋生腐败黑洞。军队后勤系统中，围绕干休所和军产房产就曾爆出多起惊人案件，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原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古俊山案。古俊山究竟贪了多少钱，我们暂且不论，他的敛财手段却极具标本意义。通过古案的一些细节，我们可一窥干休所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灰色生意经。据财新报道，古俊山通过操控军队土地和房产交易，侵吞了难以想象的资产。他的地产炼金术大致分3步。第1步，乾坤大挪移，利用土地腾挪平地生财。古俊山深谙城市扩张中土地升值的奥秘，把目光瞄准了位于北京2环、上海市中心等黄金地段的老旧军队大院和干休所。他以改善老干部住房条件为名，将这些市中心干休所异地迁建，把老干部们请到远郊新建住宅区安置。而腾出的市中心寸土寸金地块，则由他暗箱操作，高价出让给地产商谋取暴利。古俊山对内上报时说，土地转让价很低，仅按内部划拨价入账，对外却指使开发商按市场价成交，内低外高之间形成的巨大价差，被古俊山和幕后关系人鲸吞入口。在上海一次军产土地出让中，一块黄金地皮卖出了20多个亿，而古俊山通过地下协议抽取了约6%的回扣，光这一笔就进账上亿元。类似手法，他在北京、广州等地屡试不爽，将不少军产土地变现为私产，大发横财。第2步，暗造房源黑库，坐收渔利。在主持干休所的新建改建工程时，古俊山大权独揽，暗做手脚。比如某干休所计划建设100套住房，他会暗中批给110套，甚至更多，多出来的那几套幽灵房产不列入公开分房名单，表面上无人知晓他们的存在，由古俊山私下掌控，成为他行贿送礼的秘密筹码。古俊山在北京2环一个工程中便额外弄出几10套豪华公寓，每套面积170平米以上。就这样，一个秘密的高干房产库被打造出来，长期游离于军队资产监管之外，成为古俊山谋取私利的灰色资本池。第3步，他把军队基建当摇钱树，作为总后营房部的一把手，全国军队干休所的新建、扩建工程都要经过古俊山审批。他干脆将工程发包权变成自家提款机。古俊山往往把项目交给自己河南老乡圈的施工队，然后按造价比例收取回扣。他对不同工程项目明码标价，按合同额5%到10%提成。就这样，大笔原本用于干休所的军费被古俊山层层盘剥，装进个人腰包。古俊山只是一个钟老虎，可以想见更多黑幕，可能永远不会曝光。在长达数十年的供奉与遮蔽中，干休所早已形成一套森严的潜规则，滋养了多少特权与腐败，外界不得而知。如果说干休所是一个隐秘的小社会，那么更高层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退休后的生活简直就是平行宇宙。这些离休大佬们即便赋闲在家，依旧维系着对权力走向的影响力。上世纪80年代，中共8大元老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杨尚昆、薄一波、王震、宋任穷，虽身居2线，却隐然凌驾于正式领导层之上，对国家大事拥有实际决断权。他们表面退休赋闲，但一声招呼足以令时任中央高层折腰聆讯。这些老政治家常在自家别墅或去休养地小聚，纵论朝政，拍板大计，典型的老人政治。正因如此，中共高层的养老从来不是单纯享清福，而带有深刻的政治意味。退位不等于失势，只要声望犹在，离休大佬们仍可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既然这些卸任的大拿依旧可能发挥影响，党内制度便为他们保留了一系列特殊安排。比如中央各部委通常给每位离退休副部级以上领导保留一个独立办公室，俗称阅文室，方便老领导随时在警卫陪同下回原单位翻阅机密文件，听取内部简报。还有传说中的红机电话，这是一种红色机身的加密固定电话，接入党政专用内网，只需拨4位数就能直通机要线路，由中共中央办公厅统一管理。红机高度保密安全，网络覆盖中央部委和省部级以上官员住宅，一旦有重大情况，它可以直接传达绝密指示。在职时，中央领导人用红机指挥全国，退休后，这条红色热线通常也不断线。副国级以上官员退休后，家中往往仍留有任内的红机号码。
在党内潜规则中，谁家宏基不断，谁就在权力圈中保留一席之地。忙死我了，忙死我了！咋皇上每天这么多事呢？咋了，曾老？啥急事啊？美国要打过来了。啥？你咋知道的？抖音上我看人家都说呀。有病吧？咋了，王叔？有啥急事啊？我今天有点忙。平啊，这干休所太无聊了，能给我找俩妞不？老叔啊，咱们这是红色专线，你有紧急的事再打。咋了？又有啥事啊？能紧急给我找俩妞不？共享权力余晖的另一面是对这些老人的全面安抚与严密看护。北京西郊的玉泉山正扮演着这样一个矛盾角色。这片毗邻颐和园、占地约26平方公里的幽静山林，自上世纪50年代起就是中共高层的秘密基地。玉泉山由厚厚的灰色围墙和电网封锁，属军事禁区，常年不对外开放。山中点缀着几十栋深藏林间的别墅，每一栋都曾供位高权重的老领导居住。只有进入过最高决策圈，如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级别的人物，卸任后才有资格获分一栋玉泉山别墅，是中共顶级养老俱乐部。在玉泉山，老人们享受着帝王般的集中照料，每栋别墅配有专属医疗小组、特级厨师和贴身服务团队，24小时待命，照顾老首长的生活起居。但与此同时，这些由中央警卫局直接派驻的人员，既是管家，也是监视者。在这里，安宁的代价是绝对的透明，老干部们的一举一动、健康状况，甚至情绪波动，都通过内部渠道形成报告。如果某位老同志想见客，尤其是地方官员或老部下，必须提前报批，客人是谁，谈了多久，会全程记录，事后形成书面汇报。如果老人们想外出，警卫车队前后护送，看似为其安全清障，更是为了确保行踪始终受控，防止这些仍具政治能量的老人在私下串联，形成不受官方掌控的小圈子。在玉泉山安度晚年的代价，就是将个人生活完全置于组织的严密监视下。他们享尽荣华富贵，但也必须安分守己，不掀波澜。除了京西玉泉山，在北京城内外还有多个高干集聚的住宅区，比如木樨地复兴路一带的军队干休所群，海淀区万寿路附近的白石桥、北极四大院等，都住有大批副部级以上离休干部。一些老部长、老将军在闹市高楼中静享晚年。比起城市中的大隐于市，更神秘的是那些远离京城、坐拥名山大川的休养圣地。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河北秦皇岛的北戴河。这座美丽的海滨小城，自建国初即被设为中央疗养区。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周恩来他们每年夏天都会移驻北戴河避暑办公。中央在当地莲峰山上修建了一批别墅，毛泽东住1号院平房，周恩来住27号院，一栋德国传教士建的小洋楼。后来又专为毛建了95号楼平房。许多重大决策都曾在北戴河海风中酝酿出台。当年的人民日报上经常能见到新华社北戴河店。文革期间，北戴河办公一度中断。改革开放后，邓小平1979年甚至下令将北戴河疗养区的大部分别墅对外开放来创汇，只保留毛泽东生前使用的95号楼。然而到了80年代中期，随着一批老干部复出并逐渐步入暮年，对疗养休息的需求增加，不少别墅又被收回，重新作为中央机关暑期驻地。1984年，中央正式恢复了暑期北戴河办公制度。此后，每逢党代会前一年盛夏，北戴河都会聚集大量现任和卸任领导人开碰头会。北戴河沿海一带的高级疗养区是分片管理的，分别隶属党务、政府、军队、人大、政协5大系统，各占一片区域。西边中直机关，东边国务院，军委系统在西边有一处老疗养院，后来又在东边金山嘴新建驻地。人大政协的则在东部另一园区。中央首长们通常下榻靠山的那片别墅群，那里绿树成荫，警戒严密。毛泽东生前喜欢住平房，他钟爱的95号楼带高台阶和宽阔客厅，方便会客开会。邓小平后来去北戴河，也常下榻此处。其他领导人则多入住各自系统的小楼别墅，各具一隅。2003年，胡锦涛执政初期一度宣布取消北戴河集中办公制度。进入习近平时代后，北戴河目前仅保留休假功能，没有政治功能了。北戴河夏季办公以及北戴河会议全部取消了，平平自己夏天就基本不去了。除了北戴河，全国各地其实还有多处供高级领导静养的神秘据点。北京西郊豫园潭畔有一座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仿古园林式建筑群，那里就是著名的钓鱼台国宾馆。钓鱼台本是国家用来接待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的顶级宾馆。
但同时也承担着高层疗养功能。省部级退休干部就算来钓鱼台开会也没资格入住，但极少数正国级、副国级的退休大佬，在没有外宾下榻时，可以临时调用钓鱼台里的一栋别墅疗养休憩。江泽民就对钓鱼台情有独钟。江泽民卸任后曾多次去钓鱼台住一段时间，尤其偏爱18号楼，俗称总统楼。平时专供外国元首的顶级别墅，将在为后期和退休初年多次在18号楼安排会客休养。还有一些顶级人物选择远离北京，在南方温暖之地静度晚年，比如广州从化有只对中央领导开放的冬季休养基地，江西庐山、广东珠海这些风景区也都有中央或地方兴建的高干休养所或别墅群，给离退休高官短期度假疗养。说到异地颐养，开头提到的习仲勋就是个典型。习仲勋1990年正式退出领导岗位后，并未选择留在北京享受玉泉山或钓鱼台的待遇，而是远赴改革开放前沿深圳休养。从1990年底到2002年病重返京，习老在深圳一住就是近12年。深圳迎宾馆特地腾出5号别墅兰园供习仲勋夫妇居住，也就是我们序幕中描述的那片院落。这里绿树成荫，清幽雅致，成了习老晚年寓居之所。他每日让秘书读报，自己撰写回忆文章，极少公开露面。1997年邓小平逝世，北京举行追悼大会，习仲勋也还继续留在深圳，没送邓小平最后一程。2000年，他还在兰园院子里栽下了一棵榕树，如今那棵树已成为圣物，被保护起来。一直到2002年病重，习仲勋才回到北京住院，不久在京逝世。如今每年冬天，习近平的母亲齐心也会南下深圳，在兰园小住一段时日。兰园别墅仍然是习家粤海行宫，至今仍静静矗立在特区的一隅。当特权阶层对万寿无疆的追求裹挟海量资源向死神叫板时，整个社会正为此默默埋单。近年曝光的981首长健康工程，更是将这种寿命竞赛推向极致。这项由301医院牵头于2005年启动的顶级保健工程，整合国内最先进医疗科技，核心任务包括防癌、防猝死、抗衰老、器官功能再生等，目标直指将中共领导人寿命延长至150岁。参与项目的不乏军队总院和军事医学科学院等权威单位。如此豪赌生命极限，所耗费的人力物力不言自明。那么特权养老真的有其合理性吗？从政治社会学视角看，这种现象并非全然不可理解。在威权体制下，给予高官丰厚的退休待遇，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精英稳定机制。统治者以超长福利换取功臣们的彻底归隐和政治忠诚，让退休领导人安享富贵，退出权力角逐，其实是避免权力交接时血腥斗争的一种保险。在2015年，我们频频就密令各级离退休干部党员不得妄议中央大政方针，不得传播负面政治言论。2022年又专门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的意见，强调老干部要继续听党话，跟党走，保持与党中央的高度一致。频频对老人干政是零容忍态度，特权可以给，晚节也要稳，唯独权力的舞台上不容许第二个太阳升起。然而，再缜密的安排也难掩深层的隐忧。当维系统治稳定的需要与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平诉求发生碰撞，这份微妙的权力契约还能持续多久？红墙之内，衰老似乎被权力和金钱暂时征服；在红墙之外，数亿百姓在医保缩水、延迟退休的焦虑中，计算着自己那点微薄的养老金还能撑几年。而在红墙之内，那些曾经高唱着国际歌，发誓要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的老布尔什维克们，如今正安躺在特权金字塔的最顶端，他们身上插满了旧世界都想象不到的管子，血管里流淌着人民的血汗，享受着918工程带来的生物学奇迹。昔日的屠龙少年，最终也长出了鳞片。漫长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
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尘热打铁才能成功。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